注定火爆的《后浪》由吴刚、赵露思主演。这部戏是66写的，现在已经完成了。5月11日，独家宣布电视剧《后浪》将于5月14日起在优酷播出。该剧由吴刚、赵露思等知名演员主演，由66编剧，韩小军导演。该系列围绕一位学习中医的年轻女主角展开，有66老师作为编剧。这部剧很有可能会在播出期间成为热门话题，有可能走红。66非凡的写作天赋在这部作品中可见一斑。检查程序的摘要，我们可以收集重要的细节。20多岁的年轻女子孙头头赵露思是没有父母和亲人，孤苦伶仃地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与不公正实体的争吵使她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困境。幸运的是，中医药大学教员任新正教授吴刚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助他一臂之力，并为他找到了人生的叙事。于是任新正下定决心收下孙头头，给他报了一个专门保存中医的课程。这一决定让孙头头有机会踏上新的探索和获取知识的旅程，向任新正学习，继承家族遗产。出人意料的是，任新正之子任天真与班上一名女生互生敌意，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一名教师需要多年的努力和坚持，而师徒的性格往往大相径庭。孙头头在一路闯关的过程中，发现了对传统文化新的欣赏，他和任天真也逐渐从不合到相互理解和理解。当二人寻找各自的职业时，师傅传授他的智慧，并消除学徒的任何疑虑，让他们发现自己的道路。与此同时，学徒们用青春的热情、勇敢和善良激励着他们的主人孙头头师傅。同学们携手踏上了追寻梦想的征程。吴刚饰演的任新正教授毕生致力于传播中医知识，为了保证这些知识的保存，他辞去了在大学的职务，专门成立了中医传承班。他的目标是培养新一代能够真正发扬中医传统的接班人。然而，肆无忌惮的孙头头赵露思是不慎闯入班级，让班上的同学关系紧张，包括任新正的儿子任天真、罗一舟是最近转学的杨小红、张萌是梦想成为律师的儿科医生彭世妍、周成傲是和承载着全村人的希望和成为名医梦想的赵立全、朱俊林是。尽管存在差异，但在任新正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努力学习，共同成长。前来咨询的学生们由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任新正和宋玲兰、江山是领衔。这些老师对学生寄予厚望，鼓励他们向着维护传统价值观的方向前进，并以有节奏、循序渐进的方式学习如何拥抱传统中医文化。多部中医题材的电视剧已经制作完成，深受中老年观众的喜爱。然而66的《后浪》却另辟蹊径，选择展示年轻人学习中医的历程，而不是遵循经验丰富的从业者的传统视角。编剧将焦点转移到年轻观众身上的决定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因为他的预期观众包括那些仍处于人生巅峰时期的人。66老师拥有独特的创作能力，每集节目都能让观众积极参与讨论。与大多数主要专注于开发无缝故事情节的编剧不同，66老师不仅打造了引人入胜的叙事，还融入了许多能激发观众参与度并保持平静的话题点。因此，观看66的电视剧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够一边追寻故事情节，一边在网络论坛上讨论其中出现的各种主题。由于其卓越的品质，此类剧集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巨大的人气，几乎不可能被忽视。66老师对网络话题的精通是传统电视编剧无法比拟的。中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编剧66钻研中医理论课程，创作了这部电视剧《后浪》，将展示无数中医治病养生的故事。节目中出现的许多中医治疗方案很可能会成为网络上的热门话题。我看好66老师的中医知识能经得起老练古法的推敲。说到演员阵容，这部剧真正的主角是吴刚老师，他是中医的正统继承人。赵露思和骆一舟年纪较小，却以开放的学习心态进入博大精深的中医世界。赵露思主演的电视剧《后浪》
明确了该剧主要面向中青年观众。预计剧情内容将包含大量两位年轻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较量，从而增加其对年轻观众的吸引力。随着《后浪》在优酷上的公布，网上开始流传该剧也将同时在东方卫视播出的传言。不过，东方卫视尚未就该剧发表任何官宣。宣传中医的电视剧在国际上播出是有好处的，希望《后浪》能被海外媒体平台转载，让中医药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肖战的高人气遭到了一些粉丝的批评，认为他塑造的严冰云这个角色与他的形象不符，这导致一些粉丝为他饰演魏无羡的电视剧《野蛮人》辩护，称这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展示了他作为演员的成长。万众期待的小说《庆余年2》终于开播了，让饰演18班严冰云的演员肖战欣喜若狂。千呼万唤始出来，小说的出版让肖战松了一口气，再也没有批评任何人的压力。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畅销书一出，谁来演严冰云？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出现了。如果不是肖战把这个18岁的角色塑造得淋漓尽致，这个角色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尽管选择有限，但该剧第2季却死死盯着肖战，显得有些过分。如果机会来了，如果有观众，可以考虑将其作为宣传的平台。重要的是要注意，如果你决定在续集或徐克执导的电影中展示产品或人物，例如，如果他最终成为批评的目标，那将是不值得的。严冰云才是大庆的真正拥护者，而不是肖战。现在大庆发展起来了，任谁都可以担当，肖战必须远赴襄阳，以确保其得到保护。好奇的可以期待一下他即将上映的作品《大侠传》《射雕群侠传》。共识是肖战不会加入《庆余年2》组。尽管知道这些，制作组似乎无视粉丝的感受。营销团队散布谣言，一些人绑架肖战的道德，认为真正的大作比名利、金钱、地位更重要。措辞可能暗示肖战有责任继续参与该项目，但如果不是他的意愿，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拍摄《陈情令》期间，肖战为了给《庆余年》剧组饰演严冰云，要求休息3天。想知道那段时间他到底拍了多少戏，肖战的参演片酬又是多少？最初他们的安排是单笔交易，万一肖战后来没有走红，原班人马会这么关心严冰云这个角色的更换吗？肖战有幸在《陈情令》中走红，甚至还没开播，这部短短几分钟的作品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肖战的戏份预告都是片段。不幸的是，当肖战在网络上遭到强烈反对，他的作品遭到一些黑粉的抨击和低分时，其他演员却对他进行了微妙的批评。殊不知，如果没有肖战的参与，这部作品就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可见肖战在娱乐圈的影响力有多大。很多人认为严冰云不好看，魏无羡太好看了，虽然是同时代的人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故意将肖战的脸涂黑，导致短暂的表演引发了一波负面关注。正面评价是由于其他演员的出色表演、导演的巧妙指导、编剧的雄辩剧本以及制作的整体说服力，而负面评价则完全归因于肖战。肖战承认自己可能在一些剧中扮演反派角色，但目前正在制作小成本制作，人气爆棚的他却成为了一线演员的诟病对象。很难对这种居高临下的言论感到满意。目前的事态已经尘封已久，很明显肖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再次成为众矢之的。目前的讨论话题围绕着谁来饰演严冰云，但这只是未来的众多询问之一。比如，大家更喜欢哪个版本的严冰云？2位演员谁演得更好，都会引发争论。